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电路原理的第7讲，我们来介绍独立电源。首先呢，我们来介绍理想的独立电压源。那么它的电路符号呢，可以写成2种形式。对于一般的情况来说，我们可以以一个圆圈来表示，我们用小写 us 表征着它可能是一个变化的值。但是对于大家在中学阶段常见的电池来说，我们也可以用这种一长一短的2条竖线来表示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它的符号呢就必须写成大写的 US 的形式。那么理想独立电压源的特性呢有2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之所以叫独立源，就指的它上面的电压是独立于电路的其他部分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需要说明一件事情。对于此前那讲我们讨论过的电阻来讲，它的阻值是其本质特征，这个阻值是由其材料和制造工艺决定的。那么类似的，对于这个独立电压源来讲，它的 US 或者说它的 US 和正负号是其本质特征，这是由生产厂商来决定的。所以这也就是其独立这个字最核心的意思。那么对于直流来讲啊，它可能会表示成一个大写不变量。那么如果说是正弦的交流的话，它可能会表示成一个正弦的形式。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特征。对于图示这样一个简单电路来说，我们知道电阻上的电压总是10伏，但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流过电阻的电流，这个电流值也很容易知道 I 是等于10比上 R 的。我们很容易能够观察得到，这个电流既是流过电阻的，也是流过电压源的。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独立电压源上的电流是受到外电路这个电阻的阻值所控制的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独立电压源的电流由外电路来决定。那么我们再做一个类比，对于电阻来讲，阻值是其自身的特性，那么它上面的电压和电流满足欧姆定律。对于独立电压源来讲，正负号和 US 是其本质的特征，那么流过它的电流是由外电路决定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对于独立电压源来说，它的 UI 特性曲线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在这里给出的是一个直流的情况，大家想这应该是什么呢？正负号和 US 是其本质特征，就意味着对于外电路来讲，它总是在这端比这端要高 US， 流过它的电流是由外电路决定的，所以对于它来讲应该是这样一条线。大家想对了吗？很好。在接下来讨论其他内容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给大家提一个思考题。对于这样的一个子电路来说，电压和电流是我们标出来的对于这个元件的变量，那么它们的参考方向是上正下负和从左往右流。我想问的是，对于这个电压和电流来讲，是关联的呢，还是非关联的？